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因为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最近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感悟。它关于创作，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关于我们怎么看待不完美。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视频，是我和一个好朋友之间的对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在那个视频发出去之后，我就开始反思自己，因为我看了一个网上采访的翻车视频。翻车的意思就是，一次预期中很好，但进行的非常不顺利的事情。那个翻车视频中，采访者非常不尊重被访者，让对话进行的非常尴尬。我就开始反思自己在我和我好朋友的对话视频中，我做的怎么样。我就对我的表现不太满意，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很多话，我没有很好的接住，也许我没有很好的注意到他的情绪，也没有很好的去把他说的一些话拓展下去。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我和他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摄像头摆在前面。有摄像头在前面，我的脑中就有不同的频道。只有一个频道，我是在和朋友对话。有一个频道，我在想，这个对话你们能不能听得懂？你们能不能觉得有意思？或者你们能不能产生共鸣？还有一个频道，我在想，怎么完成所有的话题，而且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所以我的所有注意力就很难完全放到我朋友的身上，放到去观察、感受他的情绪上。因此，我们的对话进行的就没有我想象中好。然后又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不久前我和我一位来自巴西的朋友见面了。那一天，我们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对话。我记得我们坐在咖啡馆靠近街道的位置，旁边都是来来往往的人流，但我完全不受影响，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我们的对话中。有时候听到他的一句话，好像我脑中的某个开关就被咔嗒一下打开了。不知道你们在和别人聊天的过程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对话就像一场即兴的爵士乐演出，永远不知道下一句会聊什么，但是每一句话都非常自然地流出来。有时候也会有短暂的沉默，但彼此对这种沉默都觉得很舒适。然后我就在想，这样的对话真的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思。我有没有办法向你们展示一下呢？于是我就拿出了相机开始录这场对话。我跟朋友说，让我们试着把刚刚的对话复现一下吧。然后打开摄像机后，我发现原来对话的魔法全都消失了。好，那胜利，我们等会儿要去见你的几个同学，对吗？对。是什么的同学呢？ Sorry, just 嗯我不明白。OK，对不起。什么同学？你中文课的同学，对不对？哦，对对对，现在我在一个学校学习中文，但是 it's a specific course of how to 这样一个 survive 失败的 in 尝试也让我难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在想，为什么完美不能被复现呢？然后后来我听一个播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讲的。这个作家他从小就很有名了，他从小就开始写书。那
因为他很小就开始写书，这件事情不太寻常，所以他经常会被别人问，请问你自己是怎么开始写书的呢？他就需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给别人讲他开始写书的那个故事。一开始可能还好，他觉得自己能很真实的分享出小时候的那个故事，但他发现随着他说的越来越多，他给媒体的那个回答已经慢慢的取代了他脑中那个真实的记忆。他就跟我们听众分享说，当一个人的表达所面对的预设的观众越多，他就越难做到准确和深入，因为你会希望让更多的人理解你，让更多的人觉得你的表达有意思，这时候你就可能需要改变你原来想表达的意思，或者变一种表达方法。而且在这种表达中，你就会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进行很多它为什么合理的解释。所以一次公开的演讲肯定不如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诚实，而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可能还不如你自己一个人写日记诚实。但可能正是那些没有被放在镜头下的，没有被公开的表达，才是我们的核心。但我还是想把我和我朋友之间的对话分享给你们，向你们展示一种我们试图抓住完美的真诚的尝试。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在上海街拍，那我先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胜利，我是巴西人，我学习中文2年多了，我43岁，我去年掉了我的科技公司，买掉了，对，买掉了，然后就我退休了。对，那我在大学硕士学硕士，对不起，我说的不好，我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大家会明白你的，我现在在how's it called here？ 外滩，对，and we're just 逛街也拍照，边逛边拍照，对，拍照。对，胜利是一位很棒的摄影师，他刚刚教了我一个方法，可以把相机放到腰这边。Are you going to show how we take pictures? Yeah, like 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摇快机，摇快摄影。对，腰跨摄影，或者我刚刚问了一下 DeepSeek， 你也可以说是盲拍，盲就是 blind， 就是你不怎么看你的相机的画面，然后就这样去拍。那胜利说呢，这种方法它的角度变了，对吗？你就不是从上往下看啊，对，我没看拍照，但是你看着拍照时，you can perceive from the eye level instead of on the top of it. Yeah. 所以会让照片有不一样的角度，看起来更自然。对，但你们也应该可以想象，当我们试着复现我们的对话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回忆，而不是创作。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已经分散了，分散给了镜头，分散给了未来的观众。
而且我们肯定都会希望我们录的对话更加完美，跟原来我们完全专心进行的对话更像。但是这种对于完美的追求，反倒可能破坏一些东西，我们也就会少一些本来自然进行的对话中会意外跳出的有意思的想法。就像那句话说的，我们不可能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没法拥有原来对话时有的那种想法和情绪状态，因此我们的复现就会是失败的。几天前我读到阿兰·德波顿的一句话，他的这句话让我释怀了不少。他说，艺术不是用来展现完美的，它是一个容器，用来保存那些容易消失的、逝去的完美。这句话一下子就击中了我，因为它让我想到我对于这次对话的记录。我们的记录保存的不是第一次对话的魔法瞬间，保存的是我们试图去抓住那些魔法、那些美好的努力。我也相信这样的努力本身就是很真诚、很打动人的。阿兰·德波顿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创造力就是你相信你喜欢的就值得被喜欢。这句话也真的很打动我，我也想送给你们。如果你们任何一个人正在创作自己想要创作的某件东西，不管是什么形式，请你们都要相信自己喜欢的就值得被喜欢。所以通过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是想跟你们分享，不完美没关系，有灵感没有抓住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经历过那些瞬间，重要的是我们也尝试去抓住那些瞬间。但不管怎么样，以后我还是会有机会就邀请我的朋友进行一些对话，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能总是待在只有自己的镜子屋里面，不然这样你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想法。但是当你和别人进行对话的时候，总会有意外的东西出来，因为你完全无法预料对方脑子里会出来什么东西。下面我会再放更多我和我的朋友之间的对话，跟你们分享，看一看我们那些可能卡壳，或者甚至有一些小小的尴尬的瞬间。因为我也鼓励他多说中文，但是你们知道，如果是临时发挥，肯定总会遇到一些表达上不顺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只要尝试去表达就是好的，对方可以理解你。那胜利今天跟我说了一个他在摄影方面很有意思的转变。好，胜利，去年你也来过中国，对不对？对，这是我第2次来中国。去年我去阳朔和张家界和西安。我也去北京、济南和上海。那去年你在中国旅游的时候，你也拍照，对吗？那你拍照的时候，重心是什么？What were you focusing on？第一次我的拍照，试了不一样的 things，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和巴西。在巴西比中国，there's a lot of difference. Yeah. And I was mesmerized by China, and in a way wanted to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how people dressed, how they organized, how the architecture was different. And this year I've changed that perspective. 今年
年重心是什么呢？今年中心是我要拍照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一样的 how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go to work. The expressions that we have when we're coming back from work after a long day, the places that we go to take coffee, and how the pets that we have, how they organize and how they connect with their friends and their owners. So the idea is to having, with so many people coming to China, there is this perspective that it's not an exotic place. It's like an incredible place to visit, and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are similar to what we have in Brazil. 对，非常好，其实就是日常的东西，对吗？日常的 daily。我看过胜利今年拍的照片，有很多张非常触动我，我会把它们放在视频里。那胜利，你也说你喜欢我的视频，是因为我的视频也拍这些日常的东西，对吗？ This daily stuff. Yes, so I'm taking one picture a day and posting online, but specifically I like how you connect on the content, explaining things that you're going through in a way that can be entertaining, but especially the way that you talk and how it is super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is different from most of the content. So this is not content about touristy stuff. It's a lot more about what you go through and how it connects to the reality, using Zhongwen as just your tool for you to express yourself. Yeah, as a way to experience life, right? Yeah. 好，胜利！现在我们在上海最繁华、最有名的地方外滩录视频，对吗？这边特别多人，是不是？有特别多人。旁边有很多人走过去，他们看到我们在录视频，他们会看我们，对不对？你觉得尴尬吗？或者 self-conscious？对，我觉得董老师 it's a little bit self-conscious, and as we talk and so many people here. 但是我们刚刚也说，胜利也告诉我，他觉得我现在这方面比以前的视频好多了。对，as the time passed, now you're enjoying this process and feels like on the videos. I would say if you are not here, I would be more conscious. Now it's 对 like 我们一起尴尬。we split the shyness. 对，好，现在天已经黑了，可是6点还不到，才5点40。那我们现在要去一条街，比较有特色的一条街，然后再和胜利的朋友见面。胜利，你刚刚跟我说你在中国和路上的人、陌生人，交流说了很多话，对吗？我一直去小的餐厅，是多种的食物。各种的食物。对，也 it's a awesome opportunity to strike conversations. 但是有时候别的人 it's surprised that I can actually ask for food, and that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test and try different things. 一般你们怎么开始说话？ How would you start the conversation? I usually ask. Usually 我跟点一个菜也问题这是什么？对 and usually ask 好吃，所以好吃就是辣不辣？我非常喜欢吃辣的菜。
所以然后去四川的曾经。Wow, you're right. Let's work with this way. OK， 我非常喜欢吃辣的食物。然后去四川的曾经是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food and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uisines, and also have a conversation in Chinese, which is still hard for me. 那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最常问你什么？What's the most asked question? 对，我明白了。的第一文字是你会说中文吗？然后他们问你是哪国人？为什么你在上海？你在工作了吗？你在学校？And from there, I usually ask them, 你对巴西了解多少？Which usually the question is 小多 or lik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which is great because we talk about 踢足球 and other different things, aspects of the country. 对，说实话，我也对巴西的了解很少，可能也是和踢足球相关。不过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巴西的机会。胜利也告诉我，在巴西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对不对？有很多中国人有在上paulo有很多的中国餐厅 ，like 四川餐厅有，广东餐厅有，云南的餐厅也有吗？对，在Foz do Iguaçu也有很多中国人 ，there's a huge community there. It is great. You should visit. 当然，我会的。刚刚在和胜利一起走在路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能和陌生人有那么多交谈，因为他真的就是看到让人开心的事情，他就会对那些人说。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多人拍结婚的照片，对吗？对。胜利就会直接对他们说很漂亮，或者恭喜，新婚快乐，也 something that you normally say to a newly married couple. 新婚快乐。对，所以我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能和那么多陌生人聊天。我也看了一些矮们拍照。对，我告诉他们你都很漂亮。I don't know if that's a good thing to say usually when people are taking pictures, but I don't mind. It's a good way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对，我觉得非常勇敢，因为我肯定不敢这样做。I don't dare. 好啦，如果你们看到这里，非常感谢你们一直听我说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和快乐。这一期视频可能用的语言会比较复杂，但希望你们能有一些感触或者共鸣。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喽，拜拜。